我一个捡破烂的开直播，却被全网帽子鼠鼠重点关注，只因我捡到的不是人民碎片塑料袋，就是什么38大盖手榴弹，甚至挖野菜都能挖出个千年古墓，靠着悬赏金发家致富，搞得当地帽子鼠鼠集体破防。有时候是真想报警啊！他一个捡破烂的，干的全是我们的活。此时我蹲在马路牙子上，一脸的生无可恋，直到现在我仍旧有些不敢相信，自己居然穿越了。整整一天，别说吃饭，连口水都没喝上，只因这具身体的主人参加了一档职业观察的直播节目，开局就是捡破烂，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养活旁边吃得多的摄影师。可问题是我从小锦衣玉食，捡破烂这活我是真不会啊！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摄像师胖子捅了捅我：“哥，这会儿没人了，你赶紧过去翻翻对面的垃圾桶，不然咱俩等不到被节目组淘汰，就要饿晕了。”闻言，我羞愧地低下头，划拉着地面，犹豫了半天，缓缓道：“再等等，旁边还有条狗呢，等那狗走了我就去。”一听又要等胖子，当场破大防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他这一天最起码掉了3斤肉啊！放我求你了，我现在都不奢求吃口饭，你捡个矿泉水瓶给我舔一口都成。听着胖子的哭喊，我头疼的揉了揉眉心，狠下心来，拼了！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干他一场。更何况要是赢了，还能拿到节目组1000万的奖金，日子也能好过不少。这么想着，我猛地从地上跳起来，冲远处的流浪狗狠狠呲了牙，准备狗口夺食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脑中突然叮的一声，我娇贵的大少爷，已为您激活社会底层人士系统，新手奖励技能探测，相信你拾荒也能拾出一片天。听着系统声音，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，这不是在逗我。可忽然我看到眼前银白色的垃圾桶竟散发出一抹淡红色光晕，同时面前浮现出一面虚拟的透明光幕。经探测翻了这个垃圾桶，可获得不低于1000元的破烂。我瞬间咽了口水，1000块这能买多少个肉夹馍啊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拔腿就冲将垃圾桶拔了下来，扛着就钻进了绿化带。跟在我身后的胖子瞬间被吓傻，哥等等，咱们是捡破烂，不是偷破烂的，你给人垃圾桶拔了干什么？胖子是真的慌了，垃圾桶这可是城市公共设施，损坏可是要罚款的，就他们现在这样哪有钱交罚款啊？而直播间里的网友也傻了，不是这3号大傻成搞什么？被逼疯了不成？哈哈，旁边的大黄狗都懵了，给人饭碗爆跑了。等等，你们看垃圾桶里是啥？而此时我已经把垃圾桶倒了过来，倒出了一地的垃圾，发现冒着红光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一个包扎严实的黑色塑料袋。我微微皱了眉，这里面难道是值钱东西不成？能值1000块？想到这，我伸出手一把撕开了塑料袋。这时胖子也拎着摄像机跟了过来，哥你快给人垃圾桶放回去，不然那大黄追过来我可打不过。再说了，咱们是捡破烂，不是要饭。可突然小胖的话戛然而止，看着垃圾袋里的手掌，爆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。已经被吓傻的我此刻也终于回过神，两人连滚带爬的冲出了绿化带，趴在地上狂吐酸水。直播间里观众已经沸腾了啊！我的眼睛那是人手吗？我去，这特喵是人民碎片啊！可不是，吓得我都慌了。这3号选手真是够倒霉的，刚开播就遇上这种事。就在众人热议的间隙，直播突然中断，而此时节目组后台一众工作人员人都麻了。刚才他们通过镜头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可是人民碎片。虽然他们已经紧急关停了直播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看着众人慌乱的样子，导演马万里却淡定地抿了口茶：“你们慌什么？咱们搞直播遇到突发事件很正常，这就是凑巧罢了。等完事继续开播就行了。对了，重点注意下3号选手凌晨，要是精神出问题了，就让这名选手提前退赛吧。”一众工作人员点点头，对导演马万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不愧是大导演啊！看到人民碎片都能稳得住。与此同时，我跟胖子两人也终于缓了过来，立马联系了当地治安局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整个街道口围满了治安局的车辆，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，外面则挤满了住在附近的居民，根本赶不走。凡是能下楼的几乎全来了，就连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，也逼着家人将他们抬到了现场。一个个脸上满是惶恐，但眼中却迸发出看热闹独有的光亮。而警戒线内，负责检查的警员向队长周建峰道：“队长，这次发现的残骸，根据切割出的断口，应该跟局里发现的那些同属一人，确切的还要等化验结果。”周建峰微微颔首，吩咐人将残骸带回了局里，随即看向我跟胖子道：“你们2个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如果没问题的话。”周建峰话刚说到一半，我便连连点头：“可以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局里管饭吗？”一旁的胖子默默朝我竖起大拇指，他还是第一次捡，讨饭讨到帽子鼠鼠头上。周建峰也瞬间语塞，不过看了看面前狼狈的两人，还是点了点头：“没问题，而且鉴于你们发现残骸，局里还有1000块奖励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瞬间狂喜，原来系统说的1000块在这等着。随后我跟胖子两人喜滋滋的跟着上了警车，做完笔录，走完流程后，我们揣着奖金朝周建峰挥了挥手，提着空空如也的蛇皮袋，兴高采烈的离开了治安局。周建峰站在门口也终于松了口气，原以为这两人发现人民碎片会吃不下没啥胃口，可没想到两人吃了整整7碗炸酱面，连他和队友的份都给吃了。而此时我跟胖子走在路上，再次开启了直播，可刚走2步，胖子便道：“哥，你要不再请我吃点东西吧？刚刚那个周队长一直看着我，我都没好意思吃。”我大手一挥，立马答应下来，决定去吃烧烤。正好趁着这回天色已经黑了，去烧烤街转转，说不定还能捡点值钱的破烂。两人一路走到烧烤街，可刚坐下点完单，我就看到烧烤店门口的垃圾桶跟白天那个一模一样，闪着红光。果然下一秒就听到系统声音响起：“经探测翻了这个垃圾桶，可获得不低于1000元的现金奖励，宿主快上！”我咽了一口唾沫，猛地站起身，径直走向垃圾桶，果然翻出一个熟悉的黑色塑料袋。我颤抖着手将东西提了出来，正准备找胖子报警，
可突然张猛快步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喊道：“哎，你小子干什么？把东西给我放下！谁让你把垃圾往我店里提的？你们一来我就看出不对劲了，现在竟然捡破烂捡到我门口来！”我没声，一时不知道这事该怎么解释。而张猛见我一言不发，又看了看我提着袋子微微颤抖的手，却不由心中一动，该不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吧？这么想着，他一把将袋子抢了过去。这是我店里丢的东西，谁让你捡了？一旁点单的小弟也凑了过来，指着黑色垃圾袋道：“对，我中午来上班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我们老板不小心把这东西丢进垃圾桶。你这是想偷东西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110？”我看着张猛和店员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感觉脑子都不够用了。好家伙，啥东西都敢说是自己丢的，我不由得再次试探道：“你们确定这东西是你们丢的？”废话，我店里的员工都看见了，赶紧的要吃饭吃，不吃别再耽误我做生意。说着提着袋子返回了店里。我摸了摸鼻子，冲旁边傻站着的胖子伸出手，手机呢，借我打个电话，我问问治安局发现凶手的话，是不是会多给点钱？很快电话拨通，喂，你好，请问周建峰队长在吗？我是白天去过你们治安局的凌晨啊，你们在找的那个东西，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，就在烧烤街上的霸王烧烤店。对了，店老板说那东西是他丢的，他还有人证呢。对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说罢我挂断电话，结果下一秒就看见店老板张猛提着黑色垃圾袋鬼叫着跑出来。啊，救命啊！有人跑啊，快报警打110！听着张猛语无伦次的惨叫声，胖子很人性化的举起摄像机，直播间里粉丝也傻了。恭喜3号选手获得人民碎片+1！好家伙，白天看的时候，这个直播间还不到100，可不是你见过玩人民碎片拼图的吗？这3号选手就是一个。当然这些我都不清楚，因为此时我正在治安局的调查下。劝慰着痛哭的张猛，大哥哭啥啊？咱们敢做敢当，大不了下辈子注意点就是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在我的安慰下，张猛哭得更狠了。周建峰冷声斥了一句，挥手让人将张猛带上警车，随即将怀疑的目光落在了我跟胖子两人身上。1天之内发现了2个治安局搜查的东西，这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啊！我被周建峰看得心里直发毛，忙开口解释道：“周队运气真是运气啊！刚才我们正准备吃个夜宵来着，看到那垃圾桶停满了，就想过去找找饮料瓶啥的。”周建峰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是真有心怀疑面前的两，可人家参加节目24小时直播，压根没时间作案。但问题是他们今天出动了所有人，连厕所都掏干净了，愣是一个没找到，反倒是面前这2人翻个垃圾桶就找到了2个。周建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行了，行了，一会跟我们回局里，流程我就不多说了，协助完以后拿上奖金赶紧走。说罢，周建峰转身往警车走去，可走了几步又折回来。对了，告诉你们2个人一声，今晚上城里3万多个垃圾桶全部会清理一遍。我愣在原地一头雾水啊，这周队长是要跟我抢生意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在临上警车前，胖子还不忘搜刮了别人桌上还没来及吃的烤串，反正钱都付了，不拿白不拿。2人轻车熟路的录制完口供，已经来到了后半夜。胖子抱着烤串满脸委屈，哥，这会人家食堂都下班了，咱们这肉怎么吃啊？我站在院子里环视一周，最后将目光落在门卫秦博的房门。大爷还没睡呢。那什么，您这里有小炉子吗？我这有点烤肉，能帮我热热不？哟，您这还有酒吗？在秦博猛圈的眼神下，我带着胖子钻进了大爷的小屋。3个人围在屋内的小圆桌上，一口酒一口肉吃了起来。大爷，你这小日子挺滋润的，看门还能喝小酒。已经喝高了的秦博听到我这话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你们不知道大爷我是真苦，等了初恋50年，好不容易把他老伴熬走了，可他今天再婚居然没有通知我，好让我去添个礼啊！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哇哇哭的秦博，愣了半晌，站起身道：“大爷您别伤心，我这就去给你再整2瓶过来，今天陪你吃好喝好。”说完，我丢下胖子，出门跑去隔壁小卖铺买酒。然而2分钟后，我双手抱着门口的铁皮垃圾桶，一脸急迫地跑了进来，哐的一声将垃圾桶放在了桌子上。秦博眨眨眼，盯着半人高的垃圾桶，人都傻了。小伙子，大爷在吗？也没用过这种器皿喝酒啊，这玩意漏不漏啊？与此同时，周建峰穿着一身清洁服，正指挥着在搜查垃圾桶的队员们，大家都检查仔细一点，人家捡破烂的能连续2次在垃圾桶里发现东西，就说明罪犯是有意的。最后一包残骸必然也是在垃圾桶里。队员们闻言一个个咬牙切齿，心里充满干劲，不管说什么最后一包残骸都不能再让捡破烂的发现，他们才是专业的。可没想到走了整整5个街区，后备箱里只多出几大包塑料瓶，主要是大家都觉得翻都翻了，怎么也不能白空手。周建峰目光扫过车上的饮料瓶，这么多瓶子，估计能卖上100块了吧？周建峰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，他可是出来执行任务的，算破烂值多少钱干嘛？就在周建峰快要魔怔的时候，突然兜里的手机响起，他拿出一看，居然是治安局看大门的秦博。要说这秦博工作经验也是丰富，专注看门30年，工厂看大门，大厦看大门，女生宿舍看大门，总而言之就没有秦博没看过的大门。主要是这秦博口碑好，工作负责认真，从没出过事。他拿起电话接通，就听到秦博撕心裂肺的喊声：“小周，你们快回来啊！垃圾桶里有个头啊，就在咱们治安局门口的垃圾桶里。”周建峰脑子嗡的就炸了，脑海中只剩下治安局门口垃圾桶几个大字。冷静下来后，他立马朝远处的队员们吼道：“所有人马上收队！”一众队员提着手里的破烂，一窝蜂的涌了过来。队长怎么突然要回去了？还有几条街呢？再找找，说不定今晚油钱都够了。是啊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垃圾桶里好东西多着呢。我刚翻到一个小天才，还是全新的。你那算啥？我刚翻出双袜子，你们猜是啥牌子的？周建峰听着队员们描述着收获，额头的青筋逐渐凸起。都给我停下！是不是都忘了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还有前面是谁说咱们治安局门口垃圾桶一定不会有问题的？回去给我写3万字的检查。1个小时后，周建峰带队回到了局里。
进门就看到2个捡破烂的跟看门的秦伯，老老实实蹲成一排，前面还放着一个银白色的垃圾桶。周建锋牙齿都要咬碎了，他出动整整上百名队员出门翻垃圾，忙活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让人在家门口就把东西整到了。再听秦伯讲完事情经过，更是气得差点当场发疯。秦伯，你看门看了30年，不知道值班不能喝酒吗？不管你什么理由都不行。还有你们俩拿完奖金还不走，还小啤酒大猪蹄，你们给我解释解释，都吃上猪蹄了，你们去翻垃圾桶干什么？怎么这猪蹄跑了，自己钻垃圾桶里面去了？周建锋实在接受不了，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巧合，可偏偏它就发生了，而我也无言以对，真不知道怎么开口解释。缘分到了不捡也不是个事儿，但看着濒临崩溃的周建锋，还是讪笑着解释道：“周队长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保证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翻垃圾桶，绝不给你们惹麻烦。说实话，现在垃圾也不好捡了，都不知道那些饮料瓶丢哪去了。”可这话说着说着，我就看见几名治安员从后备箱里拖出来几个蛇皮袋，里面满满当当的废品破烂。我在风中凌乱了几秒，立马改了口风：“哎呀，周队长，你放心，我不跟你们抢了。我就说嘛，翻不到值钱的东西。那什么，需要我帮你们联系收购站吗？节目组指定的收购价格高一点。”嘎嘣一声，是周建锋牙齿咬碎了。明明现在残骸找齐了，他该高兴的，可不知怎么的完全笑不出来。不过好在以后应该不会再碰见这2个人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拿着1000块走出治安局，此时外面天色微微发亮，我跟胖子已经疲惫到了极点，陈哥我扛不住了，咱们能不能先去找个地方睡觉啊？或者干脆我们昼伏夜出算了，竞争压力还能小点。我摩擦着下巴，考虑着胖子提出办法的可行性，只是睡哪里呢？这场比赛为期15天，3000块还远不到奢侈的时候，城里的酒店可住不起。想定之后，我带胖子拦停一辆出租车，师傅去城外找个睡觉的地方，你看着随便找，只要能躺下睡觉就成。说罢，我跟胖子同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司机师傅嗯了一声，再次启动出租车，就听后座传来震耳欲聋的鼾声。透过后视镜一看，后座2人已经沉沉睡了过去。司机气愤地磨磨牙，2个小子看着年纪不大不学好，一看就是上了1夜的网，跟家里的小崽子一模一样，哼整不了家里那个，还整不了你们2个了。司机嘴里嘀咕着，一脚油门就出了城。我只觉得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，微风徐徐吹着，床也无比松软，简直比5星大酒店还舒服。正想翻个身继续睡，就被胖子一把给拽了起来。哥，这是啥地方啊？我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悠悠睁开眼，入目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，耳边还传来胖子的絮叨：“哥，这个司机师傅人真不错啊，我刚检查了一下，咱们的钱都在摄像机也在，人家就拿了点车费，咱们真是遇到个好人了，不光拉咱们过来，还给咱们拉下来没舍得教训。”我站起身，活动活动了筋骨，跟着叹道：“可不是现在这个年代，像这么好的司机师傅可不多了。”2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收拾着东西再次出发。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，等从这走出去也该到吃饭的点，可没想到刚走出去几步，竟有一股烧鸡的香味扑面而来。联想到我们睡觉的地方，难不成这附近还有人露营？我跟胖子循着香味走出了小树林，可看到眼前的场景后，顿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。眼前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，这直接给我们送墓顶。就在我们愣神之际，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暴喝：“你们2个是什么人？好家伙，还扛个摄像机，提个麻袋，原来东西是你们偷的！快来人啊，抓小偷了！偷贡品的来了！”我本想上前解释清楚，就看到忽地冒出几个穿着校服的人，手里提着锄头铁锹，还有一个大妈抄起地上的烧鸡，就朝我们冲了过来。我二话不说，拽着胖子，2人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墓园里，一口气跑出去2里地，终于把后面的人都甩干净了。胖子大口喘着粗气：“哥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实在跑不动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一路上就不能帮我？我扛着10几斤的摄像机，差点被那个大妈用烧鸡爆头。”我也大口喘着粗气，直到片刻后才微微缓过神，朝四周的山林打量一圈，看到后面有一个小木屋若隐若现，便指着那边道：“走吧，先去那边休息一下，等天黑再下山吧。现在肯定是出不去了。”胖子重新扛起摄像机，2人一路绕过树林走向小木屋，发现这就是一个无人居住的破房。胖子打量着木屋，嘀咕道：“怪不得呢，我刚还想什么狠人敢住这儿啊。哥，等天黑咱们赶紧走吧。我感觉这地阴森森的，估计这会直播间观众都开骂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推开屋门，观察了一番后，找了个地坐下，准备好好休息休息。可目光瞥过角落时，系统面板突然弹出，经检测挖出菜刀，可获得价值不低于1万元龙币。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地上插着一把菜刀，刀把露在外面，整个刀身插在地里。就这破菜刀哪里值1万啊？我满心疑惑，走上前，双手握着刀柄，一把将菜刀拔了出来。胖子也扛着摄像机凑了过来：“哥，这废铁应该也能卖钱，咱们终于捡到破烂了。”而此时我打量着粘在菜刀上红褐色的泥土，颤抖着身子转头看向胖子问道：“胖子，这上面是啥？该不会是血吧？”胖子身形一顿，缓缓凑上前，抓起粘在菜刀上的泥土，用手一搓，红色的还是湿的没干透。胖子瞬间就不好了，正准备拉着我离开，就听到门外响起轻微的脚步声，下一秒木门被推开，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走进来，2眼对4眼，一时间双方都有些懵逼。可仅一刹那，男人就抄起手边的木棍朝我们挥来，我本能的举起手里的菜刀砸向了男人。天了，快逃快逃啊！有没有当地人快打110啊？天啊，太吓人！哈哈，你们慌啥？这节目多刺激啊！真的太吓人，这活整的比捡破烂有意思多了，快跑了！而节目组后台却乱成了一锅粥，一群工作人员人都麻了。从昨天发现第2个黑色塑料袋开始，
他们就提着一口气。不过好在胖子没拍到不适宜的画面，他们堪堪放松了一些。可紧接着第3个黑色塑料袋出现，再到现在被人追着打，他们提着的一口气就没放下来，生怕出现什么不该出现的影响节目。他们实在想不明白，怎么有选手这么奇遇到这么多事。一群人紧紧盯着镜头，随时准备要不要紧急关停直播。导演马万里深吸了一口气，安慰道：“大家别紧张，都是偶然事件，不会影响到节目拍摄。”可说罢便转身掏出兜里的降压药，偷偷服了2颗。与此同时，治安局会议室里，周建锋和队员们顶着黑眼圈，正在研讨案情。化验部那边的报告也出来了。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，案发现场极有可能是城外的合家欢墓园。大家赶紧准备，我们5分钟后行动。随着周建锋一声令下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。周建锋却猛地想起什么，叫住一名小警员问道：“我不是让你关注凌晨的情况吗？他们离开局里后去哪了？有没有出城？”小警员一愣，忙掏出手机，熟练地打开直播间。可还没等到画面出来，直播间里便传出来阵阵惨叫。周建锋忙凑上前看，就见镜头在疯狂地晃动，显然是胖子在扛着摄像机狂奔。镜头对准着后面，隐隐约约能看到后面有个中年男人正提着木棒狂追。看着男人的身影，周建锋突然心中一动，这身形怎么跟他们推理出的凶手好像有那么几分吻合呢？念及此，周建锋试探着开口了：“能不能看清楚这是哪里？”小警员抓了抓脑袋，猛地瞪大眼睛：“队长，应该是合家欢墓园，他们下午的时候还在那边睡觉，看这地形应该还在那。”闻言，周建锋无力地闭上了眼睛，足足沉默了半分钟，最后才无奈地一挥手道：“去后勤部叫上会计，让他准备好奖金文件，跟我们一起出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2个遇到的中年人就是凶手。”而此时墓园后的山林里一片鸡飞狗跳，我们身后的那家伙穷追不舍，愣是追了我们半个多小时。可我不就是用刀背拍了他一下吗？至于追这么狠吗？我大口喘着粗气狂奔，身后胖子气喘吁吁地嘶吼着：“哥，等等我啊！再跑下去我就要晕了！不是凌晨，你有点良心没？帮我扛回摄像机啊！”我嘴角一抽，正犹豫要不要拿点良心出来，突然身后的一声，我跟胖子同时停住脚步往后一看，就见大妈手拿烧鸡，而中年男人已经被拍到地上。总算逮住你们了，也不打听打听，老娘当年可是省队出来的，现在给我老实交代，是你们谁偷的我老头的贡品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彪悍的李桂兰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立马从兜里掏出200块钱，双手递给了大妈。大妈都是误会我们捡破烂的，这200块给大爷买个贡品，您可别嫌少啊。傍晚时分，合家欢墓园门口整整齐齐停了一长串的车辆，墓园里出了案件，不仅治安局来人了，就连不少媒体记者都来了，一个个扛着摄像机，行色匆匆地跑进了墓园。而墓园后的小山林里，周建锋站在门口，脸上表情淡然，不悲不喜。他是人妈了，真的妈了，根本不需要多审问。一见他们来了，就哭着交代了，只提出一个要求，让那个大妈离他远一点，别拿烧鸡抽他了。将现场都处理过之后，周建锋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我们面前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们捡破烂怎么就能跑墓园里？这里能捡什么骨灰盒吗？我看着周围警员怨恨的眼神，最终选择低头不出声。正在场面僵持之际，远处一群拿着话筒的记者一窝蜂涌了上来，完全没给周建锋反应的机会，就将话筒递到了他的脸上。周队长，秦都发生这种恶性事件，听说上面让你们1周破案，如今才过去2天，罪犯就落网了，是有什么破案技巧吗？是啊，周队长，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次迅速破案的原因呢？今天的抓捕行动是否跟昨晚垃圾桶行动有关呢？能否详细说说？周建锋嘴角疯狂抽搐，只觉得这些记者个个都是猪心，这让他怎么说？难道说他遇到2个捡破烂的就把案子破了吗？周建锋深吸了一口气道：“不好意思各位，现在案件还在调查中，暂时不方便透露。”而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一个记者轻轻咦了一声，随后举着话筒朝我快步冲了过来，一脸惊喜地看向我道：“你是捡破烂的3号选手凌晨吧？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难不成又捡到人民碎片了？”我被突然冲来的记者搞懵了，正想着要怎么回答时，胖子上前一步对着话筒开口：“具体情况你们可以问我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胖子，凌晨的御用摄像师。刚才发现这个罪犯的经过，我已经全部录制下来，想看精彩过程，请进入直播间查看高清回放。”说罢，胖子还不忘冲我眨眨眼，我这才记起直播间的人气也是考核之一，现在现场这么多记者，这要是曝光出去，妥妥拿冠军的节奏。果然，一群记者听见胖子的话，丢下周建锋便蜂拥了过来。随着采访进行，节目组后台数据直接爆了，导演3号直播间人数暴增，已经突破5万人了，而且凌晨的直播还上了热搜，火了，咱们的节目彻底火了。马万里也满目震惊地看着后台数据，没想到他们一个小成本节目竟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此刻痛并快乐着。痛的原因是节目画风完全跑偏了，3号选手破烂一个没捡，治安局悬赏令上的东西那是一个也没落下。快乐的原因是他的节目真的火，快找人联系凌晨，隐晦提醒一下，争取捡点破烂吧，不能再跟治安局抢活了，不然的话估计我这个导演怕是要进去喝茶了。听到马万里的话，在场工作人员均是忍俊不禁。与此同时，墓园中，我在周建锋想刀人的眼神下，颤抖着接过1万元奖金。这件事就算是圆满结束，早已在旁等待的墓园负责人热情地将我们送往墓园门口。凌晨先生，要不是你们在参加节目，我说什么也要请你们2个做我们墓园的代言人。你是不知道，就今天下午我们墓园成交了几10笔，以后你们捡破烂的话，我们墓园随时向你们开放。墓园负责人的心情那是相当美丽，今天1天的成交量几乎能抵得上1整年的总和了。到了墓园门口，负责人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，絮絮叨叨地夸奖着，我已经让人把你们的照片拍下来了，以后就贴在墓园门口，保安都认识，
你随时来，我们随时欢迎。眼看对方越说越离谱，我跟对方客套了2句，忙拉着胖子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两人慢悠悠的走在路上，罕见的没有贫嘴。虽然今天收获了1万块的奖励，但两人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被节目组警告了，说我严重脱离节目，必须回归正题。我有些头疼的抓了抓脑袋，你说咱们上哪找破烂去呢？一旁的胖子也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这2天下来，他觉得比捡垃圾有意思多了，而且好像他们确实有点累，压根捡不到破烂。现在节目组突然让回归正题，倒成了难题了。可忽地胖子眼睛一亮，哥，我知道我们去哪捡破烂了。我老姨夫在垃圾场工作，只要我们换上人家的衣服就能进去。不过这事千万别让第3个人知道，不然的话我老姨夫可能要被辞退了。闻言我呆愣愣地看着胖子，随即目光落在对方手里的摄像机上，嘴角疯狂抽搐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是夸他去垃圾场捡破烂，是天才般的想法。估计第3万个人都知道胖子老姨夫在垃圾场工作，开着直播呢，这家伙就不能隐晦点说吗？我长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胖子的肩膀，走吧，我们去买点麻袋，趁你老姨夫还没被开除，好好干他一场。随后一胖一瘦2个人肩膀上扛着整整上百个麻袋，健步如飞地奔向垃圾场。此时秦都垃圾处理站，一群垃圾分拣员看着早上拉来的垃圾纷纷叹气，真是见了鬼了，昨天晚上城里都干啥了？第一次见垃圾这么干净，里面一个能卖钱的东西都没有。可不是，我都分拣几个小时了，愣是没找到值钱货。不对劲，今天的垃圾很不对劲。老刘，你不是有亲戚在做什么捡破烂节目的摄影师吗？你快问问是不是他们干的，还给不给人活路了？老刘一听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以往的时候，每一天分拣出来的垃圾再少，每个人也能卖几10块，可今天几乎被人搜刮干净了。正在老刘纠结要不要问问的时候，兜里的电话响了。老刘掏出手机一看，正是外甥胖子。打完电话后，老刘快步来到了垃圾场门口。我跟胖子见人来了，立马将从墓园带出来的水果递过去，顺便表明了来意。收了水果的老姨夫也相当够意思，反正今天的垃圾啥都没有，让2个臭小子进去捡一捡也成，只要给大家伙分点水果，也没人说什么。随后我跟胖子2人换上工作服，开始在垃圾场忙活起来。老刘则招呼着同事们去了办公室，热情地把水果分给大家。却听有人惊呼：“哎，这苹果上咋还有字呢？”老刘转头看过来，看到苹果上刻印上去的字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驾鹤西去，与世长辞。而此时垃圾场内，我跟胖子正蹲在垃圾山上，愁眉苦脸望着对方。这垃圾场干净的跟狗舔过似的，整整半个小时啊，愣是连个破铜烂铁都没看见。我看着花了100块购买的麻袋，情绪有些崩溃。这时胖子猛地一拍脑门道：“哥，我知道问题出哪了。现在我们翻的可是昨晚上的垃圾，昨晚治安局的人翻了一晚上，好东西肯定都被他们给捡走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闭了闭眼，真是草率了，怎么来之前没想到这一点呢？不过有一说一，别看周建峰发现犯罪物品不咋样，捡垃圾那可真是干净啊。我看向胖子有些无奈的道：“那现在咋办？苹果也送了，麻袋也买了，总不能白来一趟吧？哥再找找这么大一座垃圾山，不可能啥玩意都找不到。而且我老姨夫他们捡东西我知道，小的那些破烂不要的。”随后我跟胖子2人认命的提起小铲子，在大大的垃圾山上挖呀挖呀挖。可突然只听哐当一声，我手里的铲子跟脚下的垃圾冷不丁传来一声金属碰撞声。一旁的胖子立马举着摄像头过来：“哥咋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老姨夫那人我还不了解吗？上厕所都能偷懒的人，这里面肯定有漏网之鱼啊！咱们可算捡到第1个破烂。”胖子脸上满是激动，双眸紧紧盯着铲子边缘。我也充满了干劲，抄起小铲子开始挖呀挖呀挖。铁钢片可比饮料瓶值钱多了，而且挖几铲子都没出来，肯定是个大家伙。老刘见我跟胖子蹲在垃圾山底下用铲子刨着什么，便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只见小坑外面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尖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小伙子运气不错啊，这估计是垃圾山还没堆起来时就埋在底下的。再接着挖挖看，感觉东西不小呢。”得到专家的肯定，我脸上的表情愈发激动，这波肯定稳了。搓了搓手，刨得更用力了。挖着挖着，旁边的胖子嘀咕道：“哥，这怎么还出来俩翅膀呢？”我也满脸疑惑。一旁的专家老刘则很是兴奋：“我干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挖出来个这玩意的，你们等着我去喊人，先把这个大家伙挖出来再说。”不多时，老刘将几名同事都喊了出来，众人一人一把铲子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垃圾山下挖出来一个大坑。待将头部位置全挖出来后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那居然是一个呈椭圆状的炸弹头。妈呀，这特喵是炸弹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个与世长辞的苹果就不应该吃。咱们秦都这个地方有多邪门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大家赶紧散开，都离远一点。我去，老刘，你疯了吗？这是炸弹啊！你爬电线杆上干啥？一会要是炸了，你不是飞得更快吗？众人看到地上露出一个头的炸弹，心里彻底慌了。我抿着嘴躲在电线杆后面，人也傻了。原以为这次能好好挖个破烂，没想到居然特喵是炸弹，而且看模样最起码有2米多长。更可气的是，这次系统居然在我们挖出炸弹头才姗姗来迟给出提示，再慢点我们都能整个挖出来了，他咋不等炸了再提示呢？这时有人颤抖着声音开口道：“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种事是不是应该报治安局啊？”闻言我一拍脑门，满脸兴奋地朝众人喊道：“对，快打电话，我在局里有熟人，就说找周建峰队长。”马上有人掏出手机给治安局打去电话。一旁的胖子轻轻碰了碰自己的老姨夫，表情有些凝重的道：“老姨夫，刚才那些苹果还有吗？我感觉今晚有点邪门，不行，给炸弹摆上3个苹果吧。早知道我就不在人家坟头里掏了。不是，这是垃圾分拣场啊，怎么会有这玩意？之前建垃圾场的时候没探测吗？咱们龙国有不少这种遗留的炸弹，小时候我家就有一个，我爸天天让我自己骑炸弹玩，能活到这个岁数，真的全是运气啊！”哈哈哈，这2人又开始麻烦周队长了，期待周队长的精彩表情。此时秦都治安局内，
周建峰等人忙活了整整2天2夜，已经疲惫到了极点，是去厕所尿尿都得扶墙的程度。不过好在案子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周建峰看着底下熬成熊猫的队员，拍了拍手鼓励道：“大家再坚持几分钟，简单的做个案件总结就可以休息了。虽然这次破案过程不尽人意，但好在案子破得够快，上面很满意。从明天开始分批次休息。”话音刚落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会议室门被猛地推开，接线员扶着门框冲周建峰喊道：“队长，大事不好了！凌晨那家伙又整出大火了，他们去垃圾分拣站捡垃圾，挖出1枚炸弹啊！这也就算了，主要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给炸弹整上，葬礼的香都点上。”周建峰血压噌的就高了，炸弹上香，这特喵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随即看向队员吼道：“快马上通知消防部门以及爆破部门，所有人休假取消，马上去垃圾分拣站，速度！”一时间，整个治安局都忙碌了起来，一辆接一辆的警车明哇的开出了治安局。坐在门口的秦博探头瞅了一眼，摩挲着下巴嘀咕道：“看来那2小子一会就得跟着回来，正好去整点小牛肉啥的。等他们来了，讲讲大爷我在女生宿舍看门的事情，保准让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。”拨通了订餐电话，此时垃圾分拣站的垃圾山下，我跟胖子在炸弹头前摆上了3个啃的只剩下把的苹果，诚心的拜了一拜。炸弹在上手，我们一拜。这一幕看得老刘等人嘴角抽搐，这特喵拜啥？一会炸的时候温柔点。其中一人看向老刘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老刘，你这亲戚该不会小时候脑子被门夹过吧？”可不是，我觉得这2人都不正常，我这辈子就没见过有人能从墓园里薅羊毛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你吃的最多，干了一个寿终正寝，一个英年早逝，还有一个天妒英才。我看你以后得死几遍才能对得起这几个苹果。在几人的吵声中，治安局的车辆终于到了。周建峰带着人快步走了过来，可垃圾站的几人却看傻眼了。这的确是治安局的人，但这眼睛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个还画了黑眼圈呢？老刘沉默了几秒，快步迎了上去，开口就是暴击：“哎呀，你就是周队长吧？真是麻烦你们了，没耽误你们参加大熊猫晚会吧？”周建峰紧紧咬住牙关，心累的摆摆手，顶着黑眼圈走到我跟胖子面前，盯着我们看了许久，但最终只是长叹了一口气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我跟胖子也识趣的捂住了嘴巴，默默的让开了路。周建峰带队来到了炸弹所在的坑前，一脚踢飞了3个苹果核，才看向队员命令道：“大家都换上防爆服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先把周围的垃圾山全部卷了。”不多时，防爆部门和消防的人也到了，众人开始合力挖掘垃圾山。不过很快，防爆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治安局的队员不知从哪找的蛇皮袋，一手提着蛇皮袋，一手拿着铲子，时不时还往袋子里装点什么，关键是速度快得出奇。要知道挖掘东西他们才是专业的，现在竟然被治安局的人比下去了。防爆部门的队长暴喝一声：“都愣着干嘛？没看到人家都卷成这样了，赶紧的都给我把速度提上来，不能被他们比下去。”人多力量大，终于在天色微微亮的时候，整个垃圾山都清理开了。看着深坑下方那枚锈迹斑斑的炸弹，周建峰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总算平安的挖完了。他拍了拍手，走到我跟胖子面前，平静道：“走吧，剩下的就是爆破部门的活了，他们会处理。1万块钱的奖金我们治安局出。”与此同时，节目组后台，马万里一觉睡醒来，感觉天塌了。炸弹这玩意是该在他们节目里出现的吗？他本想着这流量不要了，可看着直线翻升的数据又舍不得。再说了，他也没有理由让人平白无故的退出节目啊。现在的这个炸弹本质上就还是无主的东西，属于捡破烂的范畴。更让他难受的是，2天收入2万，这捡破烂捡出个日入过万，跟节目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。要是别的选手有样学样，他这节目算是彻底废了。马万里现在真是一个头2个大。另一边，我们回到局里，走完流程后，我跟胖子来到门卫秦博处，吃着小牛肉，听秦博讲他在女生宿舍看大门第那些年，不多时有警员拿来1万奖金，还有2张车票，说是周建峰亲情赠送。我跟胖子站在治安局门口，不舍得挥了挥手，手里擦着车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周队长真是好人啊，不光给奖金，还自掏腰包给我们买票。这么好的人上哪找去？想到这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还真是舍不得周队长啊。胖子嘴角一抽，生拉硬拽着我走出了治安局。哥，你是心里一点没数啊？我估计咱们再不走，人家周建峰抽我们的心都有。我耸耸肩，不置可否。随后2人一路赶到了城东汽车站，检票后上了一辆大巴车。随着车子缓缓启动，我侧头望着外面的景色，打了个哈欠。胖子，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我看能不能睡一觉。胖子从兜里掏出车票，看着上面的车票信息念道：“秦都到墨城乘车时间128小时。”哥，你就放心睡吧，距离我们下车还早呢。闻言，我整个人如遭雷击。墨城128小时，这特喵是送我们到千里之外，而且节目时间就15天，这1/3的时间都在路上，不是耽误我赚钱吗？这墨城说什么也不能去，等长途大巴车出了秦都，哪怕是荒郊野外也得下车不可。此时治安局内，周建峰坐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，心情很是不错。老同学，你确定那2个人都上车了？哈哈，太好了，这一次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那什么车门能焊死吗？不行啊，没事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周建峰喜滋滋的挂断电话，送走了，终于送走了。墨城啊，光是路上就要好几天，哪怕那2人想回来，一来一回估计节目也要结束。周建峰正打着如意算盘，
突然办公室门被敲响，一名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走了进来。周队上面刚来的电话，让我们秦都治安局予以配合，说是秦都外的野地被部队征用，举办了3天演习活动，让我们过去帮忙打扫战场。周建锋皱了皱眉，打扫战场怎么会让他们去呢？于是抬头看向工作人员，疑惑道：“是光我们局，还是别的治安局也要去呢？”工作人员垂下头，诺了半天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就我们治安局。”按照上面的说法是，听说我们治安局打扫战场专业。砰的一声，是周建锋的心态炸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巴车上，在我跟胖子强烈的要求下，我们终于在秦都边界的位置成功下了车。等到大巴车启动离开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看向胖子道：“胖子，我感觉这个司机不对劲，很可能是治安局的内线，不然怎么一直拦着我们不让下车呢？这样大路我们不能走啊。反正是捡破烂，咱们走大野地，说不定还能捡到好东西。”胖子无所谓的点点头，反正去哪里捡破烂不是捡啊？再说他也不愿去墨城，128小时车程铁定也受不了。随后两人背着蛇皮袋，大步走进了野地里。直播间里众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吐槽道：“这俩家伙真是不走寻常路，大野地里有什么？那地方能捡到垃圾才怪呢！可不是要我说，还是工地比较好。上午免费帮工地干点杂活，晚上破烂全是他的，各种废铁啤酒瓶，一晚上就能整好几个蛇皮袋，看得我都想去捡垃圾了。得了吧，1号再赚能有凌晨赚，日入过万啊！大哥们小弟我新来的，请问这是发现炸弹的那个凌晨吧？真哈哈！我想问问他是不是跟我爹有仇？特喵的穷疯了，坟头苹果都要拿。而我跟胖子则在大野地走了整整2个多小时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来到一片小树林休息。胖子，你看看导航，咱们还有多远的距离能走出去？胖子闻言掏出手机，可一看导航上的路线，人都傻，割完犊子了。早知道就不听你的了，顺着路走过去就是大山，后面是川省。不行，我们倒回去吧。而且这里除了大野地就是大野，一点破烂都没有啊！我皱眉盯着导航看了许久，的确是草率了，但让我回去那是不能够的，去哪里都不能回秦都。于是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道：“接着走，我就不相信了，这么大一片野地怎么会没破烂呢？”话音刚落，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嗡鸣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就见头顶上方一个车转般大的小飞机，屁股上冒着黑烟，一头扎到了我们头顶的大树上。随后砰的一声，爆出一团火花后，无数金属零件从头顶落了下来，扑在了我们面前。胖子看着地上的东西，呆愣了半晌。哥，你这嘴开光了吧？我也傻眼了，呆愣愣的摸了摸鼻子，试探着开口：“胖子，你说这东西算破烂吗？都炸成这样了，咱们捡了应该不会有事吧？”片刻后，两人将地上的零件全都捡了起来，生了一把火，成功收获半斤铜线。可忽然胖子惊呼一声，拿着从树上摘下来的小飞机壳子凑到了我脸上。我去哥，你看这上面是啥？我接过胖子递过来的无人机壳子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上面印着一行小字：西部战区侦察部鹰号无人机。我咽了口沫，看着地上一堆烧焦的废渣，一股绝望从心头蔓延开来。虽然这无人机不是我们打下来的，但是零件都是我们烧的，除了壳子之外，凡是里面藏有金属的塑料，全被我们烧了个一干二净。良久之后，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：“哥，你放心，等你进去了，我会常去看你的。随意毁坏部队物资，好像是蹲3年，到时候我1个月去看你一次。”听到胖子这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直接掏出胖子的手机道：“我现在就给秦都治安局打电话，说我不是故意的，肯定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。”然而电话打出去之后，对方却一直处于战线中，而此时直播间内各种各样的弹幕充斥着屏幕。完了，刚看上你，这就要结束了吗？形态行了，人马上要进去了。等等，你们是不是都在打举报电话？为什么我打半天打不进去？我去，你们都是狠人啊！怪不得主播自己都打不通。节目组后台马万里瘫在导演椅上，一整个生无可恋。他作为这个节目组的导演，这一次肯定难辞其咎，铁定得进去关一阵子了。他麻木地掏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：“老婆，接下来你听我说，什么都不要问，